新年之际，乌克兰战场仗打得更加惨烈了，而最近几天，索莱达尔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。俄乌双方力量云集，颇有一种誓不罢休的感觉。那目前到底什么情况了？索莱达尔是如何成为交战前沿的？乌军又是否如传言一样真的撤离了呢？目前的战况是，俄罗斯正在对顿涅茨克的索莱达尔发起猛烈进攻。泽连斯基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都称俄军疯了。在俄乌开战之前，阿特姆斯克的作用是后方基地，并不直面战事，而作为阿特姆斯克屏障的索莱达尔自然也是高枕无忧。甚至在俄军对乌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后，形势依然如此。但后来由于俄军紧逼至北顿城市群，加上原有战线的战事日紧，阿特姆斯克除了要支援波帕斯纳亚第24机步旅和斯维特洛达尔西克的第30机步旅作战外，还要肩负起向北顿城市群转运兵力物资的重任，地位一下就水涨船高。到了5月初，在俄军占领波帕斯纳亚后，战场形势急转直下，导致北顿城市群面临危机。第24机步旅残部只能撤往索莱达尔条状带进行据守，第30机步旅亦是撤回水库北部的阵地。而俄军主力在向北压去的同时，也以一部向西侦察攻击，至6月初抵达了索莱达尔外围，并发生了激战。当然，这时俄乌两军的主力都瞄向了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，抵达索莱达尔外围的仅是一小股瓦格纳集团部队，因此发生激战应该是带有试探性质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瓦格纳集团主力当时并没有参与北上作战，而是主要在南翼战场攻略，一方面针对水库北部区域的乌军作战，另一方面则压向 M03 公路，威胁水库区域乌军的补给线。等到双方战至6月下旬，北顿战场形势逐渐明朗，而此时南侧的瓦格纳集团已压过 M03 公路，并对水库北侧的乌军构成包围之势。最终至7月初，北顿城市群战役以俄军的胜利而告终。俄军虽然没有坚决消灭乌军的残兵败将，但是此时的乌军主力集团却是轻兵撤退，遗失了大量重武器，而且北顿城市群在久战2个月后，正处于大量兵力减员、建制残破、极度疲劳的状态。俄军如果此时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，尾随向西攻击的话，在塞弗尔斯克至阿特姆斯克方向是可以取得重大战果的。但此时的俄军出乎意料地选择了休整，俄军参战的中央军区和南部军区部队就此歇班。卢甘斯克武装因为对解放顿涅茨克的地盘无甚兴趣，也仅保持了一部兵力继续攻击。顿涅茨克武装则由于主力站在正面战线，也无力在此发动猛攻，唯一一支保持进攻节奏的俄军武装就只剩下了瓦格纳集团。然而瓦格纳集团此时的规模和支援尚不是很强，其部队性质又决定了它也是给多少工钱打多大的仗，因此瓦格纳集团的进攻节奏也在有意识的控制。简单来说就是我每天都在打仗，无论是歼敌还是战地也都有战果，但是不会说拿出血本一股脑去死磕乌军的残兵，非要攻下阿特姆斯克才行。也正是因此，乌军才获得了喘息之机，从而陆续获得了西方的军援，慢慢开始尝试逐渐扭转战局。为此，乌军主力趁着俄军攻势力度大减的机会，一方面休整，一方面就地构筑了3道防线。第一道防线以俄乌两军当前的接触线为基准，至塞弗尔斯克和阿特姆斯克城为止，索莱达尔条状带为此线最重要的支撑点。第二道防线，阿特姆斯克至塞弗尔斯克河谷带诸城镇本身，尤其是南北2城，作为城区防御阵地。第三道防线，预备防线，在塞弗尔斯克阿特姆斯克线至斯拉维扬斯克城市带之间。乌军初步稳住阵脚后，发觉当面的俄军攻势力度并不大，因此将第14机步旅、第17坦克旅、第24机步旅、第30机步旅、第57摩步旅、第80空突旅、第128山地旅等部后撤整补。在战线上只保留第10山地旅、第58摩步旅、第72机步旅，在火线整补完成后，再带着一票领土防卫军实施防御，并且撤下来的乌军正规军可后撤整补。以乌军当前的战训模式，估计只需要1到2个月就可以再度投入战场，且颇具攻击能力。在整补之后，可作为机动兵团使用。
比如乌军在8月底发动的赫尔松反攻中，主力军就从北顿抽回整补的旧有第17坦克旅、24机步旅、57摩步旅和128山地旅。9月初发动的哈尔科夫反攻中，也有从北顿抽回的第14机步旅和第80空突旅。毫无疑问，在7月到8月的休整阶段，乌军率先抓住了宝贵的时间，并将之转化为了具体的收益。而俄军在认清现实后，在9月下旬不得不开启动员。当然，就阿特姆斯克战场来说，由于乌军老部队的兵力密度下降，乌军主力处于休整状态，让以瓦格纳集团为主的攻击部队钻了空子。比如7月下旬时，瓦格纳集团不仅拿下了水库北部的乌军阵地，而且完全控制了 M03 公路，并向西继续攻击，甚至还攻下了波克罗夫斯克。大家注意，波克罗夫斯克是索莱达尔条状带中最南侧的村庄，仅从地图区域看，该地就占了整个条状带的一半。但是波克罗夫斯克本身却只是一个战前人口1300余人的小村庄，不仅人口密度很小，而且建筑物也比较稀疏，因此乌军在此地组织防御是比较困难。可俄军若是再向北打至索莱达尔的话，乌军就没有那么容易放手了。事实上，俄军在控制了波克罗夫斯克时，从另一河谷地带对索莱达尔的攻击已经开始，但这里有乌军第13步旅、第58摩步旅、第80空突旅以及预备役第4坦克旅各一部，抵抗比较顽强。不过，战斗到8月10日前后时，俄军还是攻入了巴赫穆茨克，并占领了索莱达尔南郊的可奈夫石膏场。到这时，俄军攻击索莱达尔的作战也就此全面展开了。到了8月下旬，在索莱达尔方向的战士来说，卢甘斯克武装已基本控制巴赫穆茨克，并攻入了石膏场以北的索莱达尔城区内。从整个战线的情况来说，大体形势也比较好。如果俄军能在索莱达尔继续投入生力军，那么夺城的希望是很大的。即便俄军没有生力军，但当时战区内的乌军也已经被打得没脾气，添油慢战也不是不行。然而就在这个当口上，战局却急转直下了。赫尔松反攻、哈尔科夫大反击，一系列乌军的反击打得俄军溃不成军，以至于2023年新年，俄军都没有赢得一场像样的胜利。无论是在战局上还是舆论场上，俄军的处境相当艰难。因此，为了鼓舞士气，并在顿涅茨克建立根据地，俄军不惜代价的24小时猛攻索莱达尔281次。那么现在索莱达尔到底怎么样了？据乌克兰媒体基辅独立报的相关报道，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武装分子1月10日晚间表示，俄罗斯已经占领了索莱达尔。在前线面临一系列耻辱的失败后，他们声称取得了罕见的胜利。只不过此消息尚未得到乌克兰军方的证实。而瓦格纳集团雇佣军的创始人叶夫根尼·普里戈金在1月10日下午5点左右时说，乌克兰军队正在逐渐从索莱达尔撤出，并失去了对该镇最后据点的控制。但据英国国防部表示，俄罗斯军队以及克里姆林宫控制的瓦格纳集团雇佣军可能在过去4天只是占领了索莱达尔的大部分地区。加上据乌克兰真理报的报道，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保卫该镇，激烈的战斗仍在继续。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汉娜·玛利亚尔在 Telegram 上说，激烈战斗正在顿涅茨克州的索莱达尔市进行，尽管人员损失惨重，俄罗斯人仍继续积极攻击这座城市。通往我们阵地的通道上布满了俄罗斯士兵的尸体。只有非常强大的国家才能如此拼命地与如此强大的敌人作战。需注意的是，该报刊发报道的时间是1月10日晚上8点25分。据此可以认定，关于乌军已经撤退是假消息。即便是俄罗斯距离突破乌军防线已经不远，但至少乌军士兵不会让俄军轻易占领索莱达尔。况且，就算俄军能在索莱达尔取得突破，俄军也很难彻底扭转乌克兰战场的整体局势。目前，俄罗斯依然希望通过导弹袭击给乌克兰后方造成破坏，消磨乌克兰的战斗意志。但随着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投入使用，俄罗斯在这方面的优势将被削弱。据最新消息显示，将有100名乌克兰士兵赴美国接受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相关培训。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这2天也在乌克兰哈尔科夫访问，他也称俄军在索莱达尔的行动是疯狂的，并重申要为乌克兰提供一套爱国者。可以预见，西方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将不断升级。最后，俄军之所以不惜代价地想要拿索莱达尔，最终的目的依旧是夺取巴赫穆特。
毕竟这是俄军能够向顿涅茨克州的主要城市推进的重要据点。况且索莱达尔距离巴赫穆特北部仅有10公里，俄军攻下索莱达尔就能够从北部包抄，对巴赫穆特形成包围。一旦让俄军拿下索莱达尔和巴赫穆特，俄军就能利用城市下方的废弃矿道进行战略部署、物资储备、屯兵等，将其打造成自己的根据地，从而巩固其对顿涅茨克的控制。只不过俄乌冲突已成消耗战，巨大的军费开支已经使俄罗斯政府愈加的捉襟见肘。在这种局面下，俄罗斯真的应该重新审视这场战争。好了，关于最近的战场焦点索莱达尔，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